古老的宗门也会灰飞烟灭。老夫无能为力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把所有力量结合起来，搏一把。昊天宗还轮不到你一个小毛孩子拯救。宇浩，你快出来啊！老夫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人？此事因我而起，难逃一死。好，我不问了。我们到了，宇浩，这里就是我家。昊天宗，王东，你果然是昊天宗弟子。嗯。皎皎战魂锤，巍巍昊天宗。这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宗门。这强子比例遒劲，隐隐透着一股巍峨庄严的神韵。这是一代神奇留下来的字迹。玉浩，你能领悟其中神韵，对你的修炼很有帮助。小东，带你朋友进来吧。参见少主。少主，你回来了，有请。你是少主？好可怕！这两个人类的气息不亚于10大凶兽。他们的实力，即使放在凶兽中也位居前列，比全盛时期的我还强。奇怪，这两人身上怎会有与我相似的神识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还是大哥你厉害。你的力量又有不少提升，但技术生疏了，还得多加修炼。二爹，你又在自讨苦吃了。小东，回来了。大爹，二爹。好像长高了不少。他就是霍雨浩，他们是我的大爹二爹。的切磋较量是他们的日常修炼。两位伯父好。老夫姓太，你叫我太伯就行。老夫叫牛天。太伯，牛伯。小友，我家小东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，我们昊天宗当然也不会怠慢。大宗主、二宗主，客房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带这位霍小友去吧。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哥，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？很不一般，他的修为虽然只有40几级，却有着一枚10万，不，是数十万年魂环。这意味着有凶兽心甘情愿献祭给了他。献祭，就跟当初。我们昊天堡1层是驻宗门弟子，2层则是款待客人和宗门长老居住的地方，3层是我大爹、二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住3层。王东，
你没告诉过我，牛伯和太伯是昊天宗的2位宗主啊？我给忘了。大爹二爹是我父母的兄长，你不用这么紧张的。那你亲生父母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大爹二爹告诉过我，爸爸妈妈只是出远门了。好有气势的雕像。他们是我们昊天宗的先祖。中间这位是先祖唐晨，左右2位是响彻一时的昊天双星、昊天斗罗和啸天斗罗。昊天宗，不愧为名震大陆的第一宗门。你的房间就在这里了，洗漱用品我会叫人送过来的。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吃饭叫你。有个孩子被魂兽盯上了。在那里。孩子被困在那儿了，不能再贸然攻击，会伤着孩子。糟糕！啊！你知道吗？你妈妈不只是美，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散发的那股清新气息。她是纯净的，没有半分杂质的仙子。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她，但我的心却已经被她俘虏了。我叫阿银，蓝银草的银。原本想挫一挫昊天双星的锐气，没想到区区蓝银草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威力，真是令人意外呀！哼！之后我们一结金銮，阿银年纪最小，排行第3。我们既叫他阿银，也会叫他小三。你的名字由此而来。我和大哥都爱上了美丽的阿银。大哥最终成全了我们，返回宗门。也同样是那天晚上，阿银向我坦白，他是10万年魂兽蓝银皇。
阿银的爱冲淡了一切。10万年魂兽又如何？只要进入成熟期，他就是真正的人类。于是，我向阿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原来他心里其实一直都喜欢我，但由于害怕伤害大哥，才未做决断。于是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原以为我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，然而正当我们准备返回宗门时，武魂殿的人发现了阿银的身份。我们逃过一时，但他们却找上昊天宗。你爷爷本就病重，一气之下便过世了。大哥继承了宗主之位，在各方势力中举步维艰。你出生的那天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。那天，我的魂力达到了90级，而你妈妈也终于进入了化形后的成熟期。也正是那一天，武魂殿的人找来了。你要不惜一切使用献祭，知不知道你自己将永远灰飞烟灭？阿银，不要，跟他们走吧，不要献祭！阻止他！所有人一起动手！甘草平生无归处，风雨流年，幸得东风过。永别了，我的爱人。阿银！不！拥有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，给我上！趁他还没完全适应10万年魂环。炸环！武魂殿！第9魂技，菊花残，满地伤。第9魂技，地狱王凉，花落人断肠。能将我和老鬼瞬间击退！
生了10万年魂环。第9魂技，天使。 荣光！大须弥春！你走吧。唐昊，这笔账武魂殿记下了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昊天斗罗，我当时可以杀了千寻疾，但我不能累及宗门。武魂殿还有一人，足以令整个昊天宗忌惮。离开后，我把种子种在这里，带着你住进了附近的圣魂村。之后千寻疾不治而亡，武魂殿的人还是逼上了昊天宗。大哥不得不将我除名并封闭宗门，昊天宗从此隐世而去。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。若不是因为从你身上看到了希望，我恐怕就会那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。你很出色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得多。爸，不用为我难过，再艰难的时刻我都挺过来了。我用魂力将体内沉郁的机血逼入一腿一臂，再将其斩断，彻底脱离上世的苦恼。不是说魂骨与自身融合后就不可分割吗？对于封号斗罗，只要自己愿意，四肢的魂骨还是可以脱落的，但代价也同样沉重。我的魂力也因此降到了75级。爸，我有办法帮您治疗旧伤，您不必。这是我欠宗门的。当初我从宗门获得的2块魂骨，就分别在断去的手臂和腿中。我没能继承宗主之位，也对不起父亲。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很愧疚。
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你妈妈，但我同样也会维护宗门。等我将事情交代完，你就回宗门吧，替我祭拜你爷爷，千寻疾已死，但武魂殿的仇却不可不报。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。爸，我一定做到。打开看看。打开看看。等我将事情交代完，你就回宗门吧。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。这是生命的感觉。在6大魂骨排名中，右腿骨虽然靠后，但中间这块右腿骨的品质却还要凌驾于另外2块魂骨之上。这种生命的感觉，只有万年魂兽才能出产。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吸收了你妈妈留给你的魂骨吧。爸，我想，她一定很高兴见证这一幕。妈妈是在催促我吗？小三，妈妈，谢谢你。看着你独当一面，妈妈为你感到高兴。照顾好自己，还有你爸爸。另外2块魂骨，过几日你回归宗门的时候，记得把它们交给你大伯。你已经彻底的脱胎换骨，单从身体角度来看，在整个斗罗大陆，你绝对可以排进前3位。爸，那双生武魂的修炼怎么办？等蓝银皇达到9环之后，就大胆的去为昊天锤增加魂环吧。只要身体没有异样，我想你应该可以一直修炼下去。以往我对你或许太严厉了些，以后你每年都可以回来看看我和你妈妈。我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，也不会再自残身体。爸爸，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快速生长的话，会不会令妈妈修炼的时间缩短？修炼10000年，方能拥有真正的智慧；10万年，才能再次化形。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看到了。不，爸爸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够让植物10000倍的快速生长，或许妈妈有恢复的可能呢。100倍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嗯。经过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，现有3个重大决定宣布。第一件事，身为教皇，
我已确定自己的接班人，并由长老殿审议通过。从今日宣布开始，册封圣女胡列娜为教皇第1顺位继承人。年纪轻轻就将突破60级大关，这在武魂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娜娜的确比我更有天分。娜娜一直是我们3人之中最努力的。娜娜是我的传人，但她能获得今天的荣耀，全凭自己。相信大家都听说了，她已经获得了杀神礼物。第2件事，根据我们多年查探，曾经在魂师大赛中出现的那只10万年魂兽，目前就在星斗大森林中。大明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？小五姐，我真的不喜欢你现在这落寞的样子。5年了，你一直都是这样。难道人类的世界真的就那么好吗？不，我想的并非人类世界，而是我的那些人类朋友。大明、二明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小五姐，不久前我们在森林中遇到的那些人类又逃回去了。无论你是不是渴望回到人类的世界，这段时间都不要离开星湖，在这里，我和大哥才能更好的保护你。哼，让他们来好了。当年如果不是我们不在，伯母又怎会？对不起啊，小五姐，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伤心事。没事的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而且我已经找到了杀害妈妈的仇人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，为妈妈报仇。月关、鬼魅，由你2人带队，并携20名70级以上红衣主教以及邪月和焰。共同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，务必将其活捉，交由本座发落。是。唐僧，史莱克学院，我要让你们尝尝什么是极致的痛苦。好了，你们别为我担心了。小五姐，人类世界真的那么好玩吗？给我们讲讲你在人类世界的故事吧。现在还好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修炼，等到了成熟期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爸，这里是冰火两仪眼。阿英很开心，看来真的来对地方了。
我们先让妈妈在这里休息吧。小三，不要勉强，哪怕你母亲不能加速恢复也无所谓，千万不要因为不适应而对她产生伤害。妈妈是在心疼我吗？小三，收手吧。你妈妈很喜欢这里。爸，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。您如果长时间在这里，恐怕会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只要你妈妈好，我自己无所谓。那可不行，妈妈好不容易有了恢复的希望，您怎么能再出事呢？爸，我有办法了。第3件事，我决定开启猎魂行动，同时肃清7大宗门。猎魂行动，隐忍了20年，教皇冕下终于要出手了。教皇冕下，请三思。安静。这件事，我已经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决定，猎魂行动将在1个月后正式开始，由教皇殿派遣人手为主，各武魂圣殿、主殿需严格按照教皇殿颁发命令行动，不得有误。此次行动，本座将亲自参与。如果哪个环节出了纰漏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遵命。7大宗门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谁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。爸爸，吃了它，以后您就可以在这里一直陪伴妈妈了。这颗丹药以我的血作为药引，间接融合了2大仙草，如此一来，爸爸便无后顾之忧了。待会儿你就出发吧，这里有我，你不需要担心。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小舞？等你到了60级，获得魂环后去吧。那时候，他也应该差不多进入了成熟期。但在此之前，尽量不要在武魂殿露面。很快就可以开始冲击60级的瓶颈了。到时候，我就能去找小舞了。你去寻他之前，先回宗门一趟，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。我相信，你一定能做得很好。但记住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昊天宗，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，如今竟成了这般模样。
请离开这里，我们这里不欢迎外来者。我并不是外人，只是回家而已。回家？我们这里可没你这样的贵族少爷。这样可以证明了吗？你是哪一家的？我姑姑叫唐月华，是她让我回来的。你就是唐三？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就是。跟我们走吧。这片山脉很是奇特，大部分非常陡峭，这一道接一道的天堑，哪怕进攻者的数量是防御者的10倍，也未必能够如愿攻入。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没想到昊天宗竟和唐门利用了同样的天堑屏障，这种熟悉的感觉，竟与唐门有些相似。莫非，那就是昊天宗？这些千米长的铁索，应该是宗门第1道关口。如果有敌袭，一旦抵挡不住，撤退到第2座山，然后斩断铁索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有时间缓冲，也可以继续以第2座山为屏障，抵御来敌。因为温度变低，铁索结冰变碎变滑了，大家小心。嗯。温度越来越低了。这种路，40级以下魂师根本走不了。这小子速度倒差。这座山峰已有2000多米高，温度、云雾、风、铁索，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精神上的高度紧张。一个不稳，极有可能掉下去。那时，就算是分毫堕落，也难存活。云雾流动方向、速度似乎变了。紫极魔通。大家小心！精神力全用在铁索上，竟没注意到他，避不开了。紫极神光，还是晚了，大哥！唐天，唐月！第一魂技，缠绕。糟糕，蓝焰皇极限120米。唐天！先锋你上去，我去救他。唐三，别去！唐三大。都怪我！这居然会飞！
这小子真是出人意料。好兄弟，谢了。大哥，你的拳头很重啊。嘿嘿，少来这套，分明是你的骨头震得我手生疼。谢谢。是姑姑派你们来的吧？刚才那个就是你双生武魂中主修的武魂蓝银草吧？那你怎么会飞？是我母亲留给我的10万年魂骨，有飞行的能力，我也是第一次用。唉，听二姑天花乱坠的夸你，本来我还不服气，现在服了。还剩最后一座山峰。巍巍而立，恢宏浩然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宗门。如何进去？至少需要2个族人同时开启，难怪不需要看守。宗主吩咐直接带你去见他，我们就不带你参观宗门了。全10质结构，攻势相当坚固。宗主，我们接回唐三了。进来。小三，姑姑，这就是大伯吧？竟比爸爸还伟岸。自己无同。杀神领域，好厉害！通过指尖将魂力转为压力，得以精准控制。宗主释放了压力，压力将我弹开，只施加在唐三一人身上，可他为何竟似毫无影响？那白色气息是什么？好强大的压力，试探我吗？蓝银领域。参见宗主。这家伙是人吗？威压之下，他居然只是跪下，还能开口说话。2大领域都已开启，但压力仍压得我难以呼吸。他看似被迫跪下，其实是找到了压力薄弱处，趁此减轻压迫。起来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父债子还，宗主，我愿为父亲承担一切责任。你承担得起吗？我不知自己是否承担得起，但我愿用这条命为宗门效力，尽一切所能。
自己的事，竟然让一个孩子来承担，唐昊啊，唐昊！宗主，父亲不是逃避，他说他无颜面对宗门。他还好吗？父亲很好，他每天都陪在母亲身边，准备以此度过余生。陪在您母亲身边？母亲去世后，化身成蓝茵草，竟然……好，或许这对他来说最好。宗主，这是父亲让我带来的。他说，这是他唯一能够为宗门做的。好地他！父亲说，如果他不这样做，就无法安心陪伴母亲。宗主，您不用叫我大伯。大伯。其实，我从来都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。如果阿银选择的是我，